大家好，我是周弟。吉林币系列终于来到最后一步了，我们从戊申年开始吧。1908年光绪34年戊申年发行了兰花7钱2分、3钱6分、1钱4分是3分6厘，市场的7分2厘数量最多。到了戊申年，干脆就不发行7分2厘了，整体的铸造数量减量发行。加上光绪34年中央政府想要统一币制，所以将吉林省银元局与奉天银元制造局合并成了东三省制造银元局。此时由吉林银元局生产的银元就不能再绣出吉林省造，而是吉林造，或是用集字按记形式出现在币面上。此时发行了吉林戊申中兴满文版，满文写着大清国，上方也只写着吉林造3字。吉林戊申中兴满文只发行了7钱2分、3钱6分、1钱4分4。此时也因为各省银元成色重量不一，不符合中央规定标准，中央政府有想要以中央造币厂名义发行银元，于是吉林造币厂为了配合中央而调整了银元使用规则，发行了吉林戊申中兴数字11，中间的数字代表着这枚7钱2分需要用11枚的7分2厘，也就是1角来换。因为7钱2分的含银量较高，用此方法来化解成色不一的问题。吉林戊申1钱4分4是2角，则是需要用2枚7分2厘兑换。中兴2的这枚1钱4分4数量相对大很多，7分2厘1角，当然中兴就写着1。以前介绍广东省造有提到过，因为清末民初经济危机的关系，市面上2角面值是最好的辅币。广东民国时期发行了一堆都是辅币2角毫子，所以说明了这时吉林戊申中兴2数量相对多的原因。到了宣统年，由中央造币分厂发行了1钱4分42角流通币，中间有个吉字给当地当辅币使用，主币则用造币总厂7钱2分。这枚币有出一枚样币，它的中心吉字写法是英文的形式呈现，此枚是来自台湾红旗美术馆的藏品。除了吉字与洋文不同外，它的龙尾是向右边的，仅见也就只有这一枚。接下来要介绍吉林币最重要的样币，就是这枚吉林吉字1两，去掉了吉林省造4个字，改成中间一个吉字代替。其中这枚能免于熔毁而现存，相当难得。据说发现的实物仅有1枚，这枚大概是在1946年左右，当时马定祥钱币大师发现朋友手上有一张吉字1两的拓图，而这个拓图的手艺来看，找到了这个人张伟英，而这位张伟英是一个当时在南京很勤奋的币商啊，他是常常会去地摊寻宝的人。当时很多民间的古物还是有机会出现在地摊上，切回来马定祥夫妇拿了钱就杀到南京啊，出了一个高价购得于1946年。他把这枚币存放在上海国际饭店地下保险箱，存放了20年后，1966年因为文革浩劫，被迫把这枚吉字1两带回家，藏在哪只有2夫妇知道，结果不见了，整个房子找翻掉还是没找到，直到去世那天还在念叨，让家人如果哪天找到一定要捐给国家。这枚是孤品，经由3位大佬鉴定过无误，当时没有鉴定机构，只要是大佬说真的就绝对没有问题。当时能让人认可的大佬是必须加上品德的长时间考验，所以这枚吉字1两虽然已丢失，但是现今没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假。从拓图与图片看，确实也不像假的。吉林大致上介绍完了。周弟在 PCGS 鉴定数量做了一个排名，我本来是不太看鉴定数据的，经常是以市场行情下去排名稀有程度。不过近年的 PCGS 鉴定公司的数据越来越完善了，我也发现这份数据很接近实际的稀有度排名。我们来看一下吧，我只是拿普通流通版来比较，4点花角龙这类特殊版别就不列入了。首先是这张7钱2分的排名，数据资料下载在12月29号2020年，戊申花篮7钱2分排名第1名，它的评级数量是2枚。第2名戊申满文，再来是数字11，这个结果与一般我们认知上是相同的。第4名丁位，记得10几年前戊申买不起，只能买个品相差的丁位，不过戊申现在也买不起。庚子太极己亥，再来是3钱6叶，
这里我们一般认知上也是36叶比46叶来的稀少。再来癸卯、丙午、壬寅、庚子、花篮差距不太大，辛丑、甲辰4、5叶一般感觉差不多数量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乙巳漂亮的多，实际评级数据也显示乙巳在 UNC 里比其他年份来得多，而这张数据来看，完全是可以参考他们之间的排名。接下来我们看3前6分，前面一样是戊申、花篮、满文占据前2名，因为戊申数字版没有3前6分嘛。我看如果当时有做，应该也是第3名。我们看36页，居然是我们的第3名。接下来数据大家自己看，定位这里我印象中行情价格全龙鳞的要贵很多。早期有次在成轩拍卖有颗全龙鳞定位3前6分，飙到天价。最后是甲辰、丙午、辛丑、乙巳，大致上这数据还算准确吧。接下来来看1前4分式，前2名又是戊申、花篮与满文，数量上差不多。最后是照并分场，明显最多。市场1000出头元都还能买到。7分2厘来看，最少的是丁未，再来是戊申数字1。我们再来看3分6厘，第1名是戊申花篮3分6厘，目前还没有评级。再来看36页庚子花篮太极，接下来都是不超过100枚的。最后是丙午。3分6厘正常一般会比7分2厘1前4分式要少，甚至比3前6分都还要稀少，但是价格大致上跟3前6分差不多。原因是钱币越小，当然就比较冷门嘛。好的，这次吉林币就这样结束。能看到这里，代表你对钱币有一定的热爱，非常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